斯诺克世锦赛的5连冠，对比7套大满贯，究竟哪一个更难？今天咱们本来要说火箭的哪些记录有可能被小特超越，但是昨天我看到群里面为了5连冠和7套大满贯，究竟谁更难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这个人吧，一旦进入撕逼状态，就容易失去一些理智。昨天呢，看着兄弟们争论，我也没插嘴。我觉得吧，两边的球迷呢，有些东西呢没说在点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我的观点。第一个开撕的问题呢，就是90年代的球员水平不如21世纪后的球员。火迷的观点呢，就是21世纪的球员更强。今天呢，咱们尽量公正客观的聊这个问题。你要说20后的球员技术上有多大的飞跃，这个倒不至于。但是有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就是准度提高了，破百变多了。在这一点呢，可能新一代的球迷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器材的提升。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带口。今年的世锦赛用台，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很直观的对比了。决赛之前的用台，所有的球员上场之后都感受到了带口的变化，甚至很多球的打法都变了。为啥？因为带口变小了。而90年代的球员打的就是这种带口。到了决赛，为了不影响比赛的观赏性，又把球桌给换了。在这儿呢，咱们再来看一项数据。斯诺克世锦赛从1991年到2008年新牌进入之前，每一届的破百数都是在35杆到60杆之间。大圣看了一下，平均数在50杆左右。而在2009年新牌正式签约世泰联，斯诺克世锦赛的破百数一下进入了80杆时代。当年的破百数一下从去年的62杆提升到了83杆。那么今年的世锦赛呢？由于带口的变化，本次的世锦赛创造了近10年以来的新低，破百数仅仅63杆，也就是说，它又回到了90年代哦。另外一点器材的变化呢，就是现在几乎看不到静电了，那是因为比赛用球和台泥技术的提升，当然还有巧克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要知道90年代打球那可是静电满天飞。好了，说完这2点，我相信应该对于这2代的球员来对比更公正一些。好，那么90年代的球员真的很弱吗？单就水平和年龄架构来说，90年代的球员更合理。老一辈的球王史蒂夫·戴维斯、帕洛特还有二哥吉米·怀特都是正值壮年，都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中生代的真正大魔王彼得·艾伯顿，这个懂的都懂，你想要赢下他不脱掉一层皮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当年的都柏林甜心肯达赫迪，差一点打破了克鲁斯堡的魔咒。从92年开始753节正式下场，比他们再稍晚一些保罗·亨特、瑞恩戴、优越王子格雷姆多特，这些超级新星都陆续登场。在90年代可谓是巨星闪耀，人才辈出。再来反观00后的斯诺克，囧哥虽然挂着90后一哥的名号，但是都已经34岁了。现在的斯诺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这大英帝国已经整整的15年没出人才了。就咱们还出了一个赵心童、严炳涛，这一胖一瘦一快一慢，正好给2大门派都补充了悍将。但是就这样的新星还被派去出了公差。兄弟们说，从年龄结构来说，是不是90年代更合理呀？如果90年代组一个队，00后组一个队，兄弟们认为哪边会赢呢？好，解释完了这个事儿，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世锦赛5连冠和7套大满贯究竟谁更难？其实就这个问题，它根本就是2个概念。世锦赛的5连冠体现的是一个时期的统治力，既需要技压群雄的能力，更需要傲视天下英雄的霸气，甚至有些时候还需要那么一点点的运气。你比方说现在的小特，能力运气都有，但是就是缺少了这份傲视群雄的霸气，所以他想要5连冠很难。而火箭的7套大满贯呢，是在30年的漫长的时间长河中，靠着自己的天赋、自律以及人才断档的机遇，一步步实现这个伟大成就的。当然，如果早在10年前，火箭就在中国像现在这么玩，别说7套大满贯了，5套他也得废。所以这2项记录就是这2人职业生涯最真实的写照，一个是最高的山，一个是最长的河。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一段时期的绝对统治力，也就是最高的山更难攀登一些。当然，这也仅仅是就这项记录本身而言。今天的火箭已经无需证明，他已经超越皇帝，成为最伟大的球员，而且很多记录还在延续。登上珠穆朗玛的那一刻，固然一览众山小，但是接下来走的全是下坡路。大江大河虽然走得慢了一些，但是最终他却汇聚成洋。
一个曾经九州一统，万国来朝，一个靠着无数群星的闪耀时刻，最终汇集成了银河。如果是你，你将作何选择呢？O'Sullivan, 4 in 4 frames. 101. 来，咱们看一下世泰联最新画的大饼。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世泰联的官网发推，单赛季突破100杆破百的球员将获得10万英镑的奖励。就在这篇推文的下面配的这张图片很有意思，小特背身挥手说拜拜。我觉得吧，这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在故意搞恶。目前这个帖子下面吧，只有3条回复，咱们来看一下。这很难，说实话，10万公里的路程并不足以激励你，你们显然可以把它翻倍。我们怎样才能让罗尼参加更多的比赛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手段，可以让你玩得太多而精疲力尽。看来呀，天下球迷是一家，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想法呀，大家不谋而合。兄弟们都知道，单赛季100杆破百呀，目前能做到的只有2人，分别是14年的罗伯和20年的小特。以罗伯目前淹了吧唧要死不活的状态来说，这10万镑就是镜花水月了。那么火箭呢？别开玩笑了，先不说能力做不做得到，10万镑，你这不是大发叫花子吗？明明随便打个表演赛都可以赚到的钱，你让我天天去给你蹲坑，围绕我都玩了多少套路了？但凡有点诚意，先把世锦赛14万7的奖金恢复再说吧。下面再来看一下最有希望的小特。其实就目前来看，现役的128个球员也只有他有这个希望了。但是哪怕强如小特，单赛季突破80杆的只有2次，突破90杆的仅有1次，而上一个赛季打出的单杆破百是79杆，似乎也呈下降的趋势。咱们为什么说世泰联又画大饼呢？像这种奖励吧，99.99% 的球员终其一生也做不到。但是明明所有球员都可以做到了147，他却偏偏不给奖励。照此下去啊，咱们还会看到很多奇葩的奖励规则，比如单场比赛连续轰出3杆147，连续3场比赛让对手1分未得，包揽单赛季的所有冠军，连续做出3杆5解斯诺克，整场比赛用翻带进攻打败对手，又或者是靠做斯诺克赢下比赛等等等等。剩下的欢迎兄弟们补充哈。大圣觉得呀，世泰联这种变相的形式主义要不得。他这几年画的大饼，哪一张饼球员们吃到过红利？什么单赛季20杆147，然后又是3大赛的2杆147，接着又来的单赛季100杆破百。我觉得吧，你还不如来个全勤奖，实在一些。单赛季不迟到不早退的奖励10万镑，排名前16的奖励20万镑。我相信啊，霍老师绝对不会缺席了。另外吐槽一下，这个1000杆破百为啥没有奖励呢？这个说白了是真他妈有人能做到啊！接下来只有咱们球迷自嗨了。目前老张998杆已经无限接近，而小特凭借上海大师赛的10杆破百，现在已经990杆了。谁能成为史上第2个完成1000杆破百的球员？说实话，我觉得小特可能希望还要大一些。比如下一个系列赛老张走不远，而小特一路夺冠的话，这一份荣耀可能就归于小特了。关于小特能够称霸多久，能够超越火箭多少的成就，这个呀，咱们下次再聊。在咱们昨天的视频当中啊，有一个画面，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2位选手臂缠黑纱走入赛场，随后全体观众起立，为刚刚去世的斯诺克一代宗师雷利尔顿集体默哀1分钟。今天一大早啊，我就看到了这条留言，一个外国宗师去世了，
咱们中国观众站起来默哀个啥？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吗？以前呢，在咱们视频下面留下污言秽语的不少，大圣都一笑而过。但是今天看到这条留言，实在忍不下去了。咱们就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我来给你说说为什么。你现在正在观看的这场决赛，参赛的球员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宗师的弟子，你心中的斯诺克之神也是他的弟子。就连你现在正在观看的这项运动，也是你口中的外国人发明的。好巧不巧的是，现在那帮背着空调在巴黎为国争光的健儿，他们所参加的所有运动，都是你口中的外国人发明的。我来给你说说为什么。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大门门楣上有3个浮雕，也雕刻着3位宗师，他们没有一位是美国人。其中最左边的这位就是咱们的孔圣人。当然50年前在你的口中他还叫孔老二，你口中的外国人认可他对世界文明带来的贡献，因此把他放在了最高法院的门楣上。这位曾经被你称作孔二愣子的一代宗师，如今给你看了这张图片，我相信你肯定会说，不占 C 位就是外国人的错。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今天能够发表这条言论，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场比赛，甚至你目光所及的一切，都是你口中的外国人第3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成果。扔掉你的手机，抛弃这害人的网络吧，回家捧起四书五经，知乎者也一下。虽然我敢肯定你不知道四书五经是啥，当然肯定也不知道外国人门楣上的那位宗师2000多年前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别人尊重你，你以为是你很优秀吗？错了，那是因为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更优秀。咱们许久不见的小婷阿姨也出现在了颁奖现场。关于咱们的颁奖啊，这个待会儿再说。下面咱们先来聊一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比赛开始之前呢，摩菲跟小特都必缠黑纱，向刚刚去世的一代宗师雷迪尔顿默哀致敬。小恩摩菲跟老爷子的关系呢，要更加特别一些，属于忘年之交，亦师亦友。昨天摩菲的比赛发挥严重失常，跟老爷子的去世可能也有莫大的关系。说他严重失常呢，先来看看他的架杆。对于所有球员都公认的囧哥架杆世界第一，摩菲是相当不服气的。说实话，之前大圣认为摩菲的架杆跟囧哥的差距呢，只是极限发力，但是在稳定性上，我认为二人是不分伯仲的。但是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从第2局到第5局的短短3局中，摩菲就连续的出现了4杆架杆失误，其中还有一些是非常简单的失误。以摩菲的架杆水平来说，就算排不了第一，进前3也是肯定没问题。毫不夸张的说，仅仅是昨天的一场比赛，他所出现的架杆失误，可能全年也就这么多了。你说这杆如果距离稍远还情有可原，下面来看看这杆，这个红球都已经触到袋口了。好，咱们说他状态不好，架杆只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力感以及触杆。顺便提一下，他的对手小特昨天使用架杆至少15次以上吧，零失误。咱们都知道，斯诺克的职业球员对力感是非常敏感的。好，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杆肖恩·摩菲对力感的控制。接下来的这一颗黄球叫绿球，它需要留下一个绿球向下的反角度，这个范围9分值到6分值都可以，并不需要十分精细，因为只要是反角度就可以把右侧的篮球带出来。但是注意看一下摩菲的这一杆发力的力感，这一杆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母球的控制。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摩菲的出杆。这一杆小特的防守出现问题之后，一向是教科书版本的摩菲的出杆却出现了发力提前的状况。在咱们民间的说法，这叫抽筋，专业术语叫提前发力，也就是说你预判的皮头与白球的接触点提前了。这个有机会再跟兄弟们详聊。接下来嘛，小特当然不会客气，这一局又轻松收入囊中。比赛的前8局打完7-1，摩菲这是接过了昨天火箭留下的旧船票，来了一个照方抓药。
比赛就此已无悬念。昨天比赛的最后时刻，墨菲的最后一杆进攻还是倒在了架杆上。本次上海大师赛呢，小特的夺冠经历可以说是砍瓜切菜，毫无悬念，并且还打破了破百纪录。这一下呢，又把老张给弄得慌得一逼。目前老张的破百数是998，而小特已经来到了990。虽然表面上看着还差8杆，但是以小特目前的这个状态，如果在下一站排名赛当中，如果老张首轮、二轮状态不佳，而小特又走得比较远，甚至夺冠的话，那么斯诺克历史上第2个1000杆破百的球员的头衔就要被小特抢走了。好，接下来咱们恭喜小特获得自己职业生涯首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的同时，接下来呢也吐槽一下咱们的颁奖仪式。说实话，每次看到咱们国内的颁奖仪式，不管最终获得冠军的是谁，我觉得都是咱们赢麻了。感觉每次获得冠亚军的选手只不过都是配角而已。既然不跟国际接轨，那么大圣建议还不如搞得有咱们中国特色一些，给每个颁奖嘉宾的旁边配上一个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手举一个托盘，配上3杯白酒。每一位来参赛的球员在提前集中培训3天，干啥？学敬酒。比如说此刻礼仪小姐端上一个托盘，领导应当对小特说：“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去英伦无故人呐。”小特应当手捧酒杯，杯沿低于领导的酒杯，回道：“人生得意须尽欢，领导随意我何干。”接下来难忘今宵响起，宾主之间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结束本次上海大师赛。到时候那些喜欢血洗赢麻的博主又可以大声呼喊：“英国人快来抄作业啦！”2024年的7月20号，就在小特与火箭的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半决赛进行当中，斯诺克历史上最传奇的人物之一，火箭的恩师雷利尔顿与世长辞。在100年斯诺克的历史当中，能与他的传奇经历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达摩老祖乔戴维斯了。矿工、警察，再到70年代的球王，这3个不同职业的转变已经足够传奇。当然，他的后半生经历更是足以彰显他的伟大。那就是他完成了王者与王者之间的传承。80年代的球王史蒂夫·戴维斯、马叔、肖恩·墨菲，当然还有火箭奥沙利文，无一不是在他无私的悉心调教下，最终成为了一代宗师。特别是火箭，如果没有他的倾囊相授，火箭的天赋才华可能只能开发70%。他的绝活就是现代斯诺克的战术体系，这其中最早受益的就是老球王史蒂夫·戴维斯。而在碰到雷里尔顿之前，火箭在这一块就是一个小白。就在去年的11月份，雷里尔顿还创造了一项前无古人可能再也后无来者的记录，那就是以91岁的高龄轰出了一杆单杆破百。看看现在单杆打出50加都困难的皇帝，老爷子的这个记录恐怕在咱们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跟老祖乔戴维斯一样，昨天老爷子走的也非常安详，无疾而终。也许你是想念你的老朋友了，约翰·普尔曼、弗雷德·戴维斯、约翰·斯宾塞、飓风希金斯，这些当年的对手加兄弟，终于可以在天堂团聚了。老爷子的人生经历足以称得上伟大，而他培养出来的传奇，还在书写着传奇。作为一名球员，你配得上球王的称号；作为一名教练，你配得上伟大二字。仅以此篇致敬一代宗师雷利尔顿。
先来看小特这杆进攻，完全不留后手，这个今天已经完全打嗨了。昨天呢，这场半决赛之前，大圣的一个兄弟问我，他说：“你猜一下菠菜这场球怎么开？”因为一般情况下，以大圣对菠菜的了解，猜菠菜的赔率基本上8、9不离十。我说呀，这场球2个人应该是平手，小特呢水略低一些。没想到他给我说：“你错了，这场球菠菜开的是火箭让 1.5。”我说呀，菠菜是不是疯了？也不看看新赛季开赛之前火箭都在干嘛？是不是把所有的球迷都当傻子呀？ 7。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赛季开赛之前呢，其他球员都在磨刀，只有霍老师忙得不亦乐乎。当然，老马再加上咱们的国宝都很忙，所以马叔对阵小特时打出来的那个球就没法看了。当然，火箭也不例外。随你再怎么牛逼的天才，在赛场上打出来的球不会骗人。看看小特中途打出来的那个数据，3连破百之后，又是80加，又是70加。你说这样的球谁受得了？其实小特呢对阵火箭，在他7套大满贯之前还是略有一点点的优势，特别是过了老张这一关之后。但是很奇怪，自从那场世锦赛的决赛输给火箭之后，小特对上火箭仿佛就有了心理阴影，已经连输好几场了。这一次这个半决赛的比分可能是火箭的职业生涯在半决赛当中输得最惨的一次，要不是前2局小特耍宝，估计这个比分就定格在10比1了。18 19 目前就这个局面来看，已经没有悬念了。这样吧，明天决赛的下半场，晚上呢，兄弟们准备好啤酒下酒菜，大圣开个决赛的直播，跟兄弟们边喝边聊。25 明天呢对阵魔匪，别看小特现在状态这么猛，但是魔匪的风格可不怕他。明天的决赛肯定很有看头。好，红球打进之后已经超分了，火箭今天也是无心恋战。另外呢，大圣跟朋友合作，在深圳做了一个2手杆的交易平台，名字叫做杆趣，在小程序或者 APP 搜索都可以找到，上面各种名杆都有了。最关键的是保真，兄弟们有空可以去逛逛。在这儿，大圣先谢谢了。37 好吧，本来想着是一场龙争虎斗，没想到就这样草草结束。恭喜小特的同时，咱们希望明天魔匪跟小特能够贡献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咱们明天决赛见。首先来看魔匪这一杆，究竟是装逼成功还是失败了呢？这哥们儿还挥手致敬。这个球啊，其实最早是老球王史蒂夫戴维斯发明的，本意呢是要4库黑球进他本该进的底袋。魔匪给老子来了一个超级梦脚，明明装逼失败还挥手致意，不给你点穿一下还很得意。昨天的比赛呢，塞大师从6比2领先，再到被魔匪一波5连鞭带走。下面咱们就来复盘一下双方最关键的第16局。这局球呢，可以说是左右了最终比赛的结果。这个星球上可以和塞大师在防守上斗法的为2人而已，魔匪算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老张。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魔匪今天如何用魔法打败魔法。目前已经领先了24分，这个红球可以说是制胜球，但是关键时刻魔匪出现了失误。今天的塞大师究竟为何会输？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精力。在这一局的对局中，接下来咱们还会看到。先来看一下这颗白球，这个交位并不复杂，只能短不能长，但是偏偏力量大了这么许多。比赛打到这个时候，阿尔比兄的精力已经有些不济了。今天呢，咱们特别给大家提一个场外的小故事。塞大师这个赛季本来已经决定要退役，但是他的爱妻维基莱顿
乳腺癌又出现了反复。就在几个月前，维基莱顿的闺蜜也是因为乳腺癌复发而离世。二人好友的离世对塞大师打击非常大，关键是同样的疾病，同样的复发。因此，塞大师决定为了家庭回归赛场。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赚钱的商业比赛，比如胡老师一个月打5场那种，为啥都没有塞大师呢？这个呀，咱们视频里面不方便说，看看决赛能否给大家来场直播，到时候啊，咱们再聊。接下来单就这个黄球，二人就斗法了10多分钟。大圣给大家剪一下，咱们来看一下最精彩的部分。这看台上的球迷都被防垮了。最终还是墨菲的防守先出了问题。虽然黄球打进，但是绿球的这个位置实在太难，墨菲又占了小分的优势，没办法，接着防。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塞大师这杆防守的观念。咖啡球贴着库边，位置也并不好，利用咖啡挡住了绿球近袋的线路。这杆球绿球跟咖啡贴得很近，而且在袋口附近，导致墨菲这杆处理起来很困难。接下来，墨菲这杆想挂库将绿球勾走，但是勾到的位置太后，将咖啡带入袋中的同时，绿球也没跑远。这一下，塞大师最好的机会来了。最终还是倒在了精力不济上。从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再到今年的世锦赛首轮输给乔奥亨纳，感觉塞大师由于各方面的压力，明显的精力大不如前。在扛住了塞大师的第一轮防守攻势之后，接下来看一下墨菲这一轮非常漂亮的连续防守反击。首先利用篮球来了一个3筒，二比兄很惊险地处理掉了第一杆防守。面对停在袋口的白球，这墨菲的第2杆更加精彩。注意看，白球带着非常强烈的高杆右塞，在出杆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能打出这样的效果，非常牛逼。这杆球二比兄虽然解到，但是勾的位置稍微薄了一些，这一下绿球停在了袋口附近，同样都是因为解球漏下的机会。显然生活过得更舒心的墨菲没有什么压力。绿球打进之后，蹭到了一点点的咖啡，这一下咖啡没了单下，好吧，继续防，用魔法打败魔法才是王道。这一杆的解球之后，再度出现了问题，墨菲也没有让机会再度溜走。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非常关键，如果塞大师拿下，那就听牌拿到赛点，而墨菲拿下之后连下3局，8比8扳平了比分，同时还没有赛点的压力。最终在接下来的2局当中，墨菲连续轰出2杆破百。虽然从个人情感来说，我非常希望塞大师能够获得胜利，但是两人最后阶段的表现，墨菲赢得实至名归。在这儿呢，咱们也祝福维基莱顿早日战胜病魔。家庭的不幸是暂时的，二比兄，好人一生平安。讓晚風輕輕吹送了落霞，我已習慣每個傍晚去想他，在遠方的他
此刻可知道，這段情在我心始終記掛。